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订婚宴上，女友突然拿出一张孕检单，当众宣布我要和林宇川分手，我怀了邵恒的孩子。她不顾我的震惊和委屈，骄傲地告知众人，邵恒可是首富林远山的养子，换作是你们，肯定也会和我做一样的选择。不等我骂孟悠然，大家纷纷一边倒地恭喜孟悠然要做豪门太太，还夸她有本事，居然能嫁给首富养子。面对这群趋炎附势的小人，我又惊又气，因为首富林远山是我爸，而我爸从来都没有收养过儿子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此时这些人已经围住了孟悠然。姐妹，你是怎么认识首富养子的？给我也传授点经验呗。难怪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一股富贵之气，看来你是天生做豪门的命啊。就连我的同事们都抛下我去讨好孟悠然，你敢于结束错误的关系，选择最适合你的道路，一看就是能干大事的人。孟悠然劈腿和断崖式分手的行为不仅没有遭到任何谴责，现在的他还像个英雄一样被大家崇拜。兄弟义愤填膺为我发声，这种渣女你们也夸，那祝你们以后都能碰到这种爱慕虚荣的对象。有人发出嗤笑，这不叫爱慕虚荣，这叫审时度势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有本事和首富成为家人，你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。似乎只是因为孟悠然的劈腿对象有钱，所以孟悠然做出的种种愚蠢行为都是合理的。我爸一直教育我，出门在外你要低调，不要过度沉迷金钱给你带来的荣光。爸爸希望别人能认可你本身的实力和人格魅力，而不是我的首富身份给你带来的光环。爸爸一直以来都三观很正，他对我的教育和保护，让我避免了很多是非，也把我培养成了不依附家里的独立性格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精心隐藏的身份却被莫名其妙的人盗用，更成了破坏我爱情的导火索。比起气愤，我更是充满疑惑，到底谁在盗用我爸的名头，到处招摇撞骗？我按下唯一知晓内情的好朋友，大声质问孟悠然，我怎么没听说过首富有养子？这个男孩是谁？听到我开口，大家只是看笑话一般望着我，眼里满是嫌弃，就好像我才是那个插足了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我要是你，早就识相的滚了。对方可是首富的养子，以后有可能继承首富家产的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好兄弟再也按捺不住，他不顾我的劝阻，跳出来大声呵斥，你们根本不知道林宇川到底是谁，我等着看你们被打脸。他的话引发了尖锐的讥笑声，看到我被那么多人奚落嘲笑，曾经说会爱我一辈子的孟悠然却只是淡淡的蹙眉。我的未婚夫马上就到了，今天这场订婚宴其实是我为他准备的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自取其辱，你赶紧走吧。孟悠然冰冷的话语如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。相恋5年，我虽隐瞒了身份，可在孟悠然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无条件地为他慷慨解囊。他父母生病住院，我偷偷托关系为他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。他面试受挫，我用自己的人脉让他成为了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。他工作不顺心时，是我洗手做羹汤，暖他的胃也暖他的心。我让自己的豪华轿跑放在车库吃灰，只为了每天坐他的电动车陪他上下班。可我的满腔爱意换来的却是他残酷的背刺。
望着那张我深爱过的脸，我强忍着内心的刺痛。孟悠然，就因为那个首富养子比我有钱，所以你就要抛弃我吗？我明明已经知道结果，却还是不甘心地想要听这个女人亲口说出来。孟悠然掩起自己目光中的错杂，决绝地点头。他可以让我开几百万的劳斯莱斯，我不用再骑着破旧的电动车，后面还要载着一个你。说着说着，他的眼睛里闪起了光，像是对未来的向往。和他结婚，我知道我的日子会有奔头，我可以住别墅，开豪车，不用努力就拥有自己的公司。可是和你在一起，只会让我焦虑发愁，担心明天的日子怎么过。更何况他比你年轻，比你帅气，他身上的气质独一无二，光是遇见他我就花光了这辈子的运气。孟悠然说完，甚至有些恳切地望着我，你说你爱我，那你一定也希望我能过上好日子。宇川，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的。孟悠然的眼里满是对金钱的崇拜，她和我从前喜欢的那个上进积极，她是朴素的女孩，已经判若两人。我心中的酸楚也瞬间变成了浓浓的失望。孟悠然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孟悠然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但马上就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反正我们都分手了，你怎么看待我，我都无所谓。刚说完，宴会厅门口传来一声调笑的声音，老婆，你怎么都不出来接我一下？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孩子穿着一身奢侈品走了进来。孟悠然顿时绽开笑容，上前抱住他，少恒，你来了。他满脸爱意地牵住首富养子的手，向众人介绍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夫，首富林远山的养子林少恒。大家也发出惊讶的感慨，不愧是有钱人，一身奢侈品，他那一身衣服100多万呢。再瞧瞧林宇川，和首富养子一对比，简直就像个下人。林少恒身上那身衣服的确是全球限量版，有钱都买不到，可我却莫名觉得这身衣服很眼熟，眼熟到似乎就像是我的衣服。我紧盯着这个养子的脸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顶着我爸的名头在外面招摇撞骗。可没想到这个林少恒不仅不心虚，还挑衅地望着我，哟，这就是你那个死缠烂打纠缠你的前男友吧？他趾高气昂，眼里尽是得意。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订婚宴上？孟悠然靠在林少恒怀里，温柔安抚，不用理他，他现在就是个陌生人，把他赶走就是了。孟悠然眼中对我不再有任何留恋，抬手就招来保安。林少恒有孟悠然护着，愈发猖狂。真不知道你以前怎么会看上这种男人。他傲慢地笑着，对我的不屑溢于言表。该不会是因为这林宇川特别会倒贴吧？林少恒的话惹得众人一阵哄笑，就连保安也狗眼看人低，以为林少恒是什么天之骄子，无比粗暴地上手拉扯我，别妨碍人家订婚，赶紧给我滚！我反手推开保安，严厉呵斥他，今天这订婚宴是我花钱举办的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不等保安说话，众人就跟着孟悠然一起傲慢地围攻我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连首富养子的女朋友都敢染指，赶你走都算是对你客气了。就是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，哪来的钱搞这么大的订婚排场？肯定是首富养子给的钱，明明订酒席的收据还在我的口袋里。可林少恒却捋了捋头发，堂而皇之宣称，是啊，今天的订婚宴全场都由我买单，我想让谁滚就让谁滚。他伸出手指对我下了最后通牒，
我给你3秒钟时间，你最好夹着尾巴从我面前滚开，否则我就让人撕烂你的衣服，让全世界都看清你这个倒贴男的真面目。”话音刚落，保安就根据孟悠然的指示上手推搡我和我的好朋友。我被气得浑身颤抖，却无力和身高马大的一群保安对抗。好朋友不忿，和保安争执了起来，周围人都在起哄，感觉把这个倒贴的第三者赶走，别坏了首富家的好事。看到孟悠然靠着林少恒在一边冷眼旁观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我带着满腔怒火和保安对抗，却还是敌不过他们人多，被保安狠狠推倒在地，随着脑袋磕到了桌角，我的额头也渗出了鲜血。我的好朋友被气得大喊：“你们一定会后悔的！”可林少恒却只是哼笑一声，从包里掏出100块钱，这100块就当我替孟悠然出的分手费了。拿着打车钱，赶紧死远点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孟悠然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神情中有一丝怜悯：“林宇川，给你自己留点脸吧，别闹了。”我咬紧牙关，背叛带来的苦痛刺伤了我的心。我狠狠瞪着孟悠然：“孟悠然，记住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见我还在逞强放狠话。”林少恒失去了耐心，直接上前扯住我的手，想把我往外拖。就在我想趁机扇林少恒耳光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紧急的刹车声，接着是嘈杂的喧哗声。服务员争相上前迎接，有贵客到了，大家瞬间带着好奇看向门口。只见一个气场强大的中年男人在保镖的簇拥下快步走了进来，这惊人的阵仗让现场所有人都瞬间噤声。直到中年男人离大家越来越近，才有人忍不住发出惊呼：“这不是首富林远山吗？没想到他也来参加杨子的订婚宴了。孟悠然真是找到宝贝了，这以后首富的家产都会有他的一半吧。”一片窃窃私语中，孟悠然骄傲地理了理头发和礼服，伸出手准备上前问候，可那中年男人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直奔我而来。孟悠然冷哼一声：“惹了少恒的爸爸，你只会吃不了兜着走。林宇川，这次我保不住你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”可中年男人对孟悠然的话充耳不闻，见爸爸紧皱眉头，一脸焦急的模样，我心里一酸，开口道：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刚喊出这声爸，我的心中就有无限的酸楚和委屈。我爸也皱起眉头，赶忙想上前扶住我，可孟悠然却在这时命令保安们：“这可是首富林远山先生，他要是有个闪失被人伤害了，你们都要负责任。”保安们的脸色瞬间慌了，他们瞬间挡在林远山面前，同时几个壮汉将我架开：“林总，抱歉，让你看到这个疯子搞事，我们保证现在就清场，绝对不会给您杨子的订婚宴带来任何影响。”而孟悠然在众人惊讶的神情中厉声指责我：“林宇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什么都要抢，你想把我抢走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抢走少恒的爸爸！”大家刚刚才被我的那声呼唤震惊到，见孟悠然发话，大家又哄笑开来。我就说嘛，这个穷人怎么可能和首富有关系？原来是嫉妒首富的养子嫉妒到疯了，当场认爸，太可笑了！你看首富搭理他吗？爱为了抢男人，居然如此心机，如此不择手段，这女人算是彻底废了。一片嘲笑声中，我爸的表情愈发难看。然而，包括孟悠然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林少恒早在看到我爸的瞬间就大惊失色。现在的他已经缩起脑袋，
躲在了人群后，一声都不敢吭。注意到林少恒想趁乱溜走，我和我爸默契地对视一眼后，冲着林少恒大喊：“林少恒，你养父来了，你怎么不出来喊人？该不会是怕你养父不认你这个儿子吧？”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林少恒身上，大家都在期待着。我也是今天才听说首富有个养子，这应该是首富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和养子见面吧。也许首富就是等着订婚宴这天公开养子，顺便宣布要分给新进门的儿媳一些产业什么的。大家在讨论中艳羡地看着孟悠然，孟悠然更是骄傲不已。她理了理裙子，咳嗽一声走上前，卑微地弯下腰向我爸伸出手：“林叔叔，你好，容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您儿子的。”不等孟悠然说完，我爸皱眉打断了他：“就是你欺负我儿子！”让现场的空气彻底陷入死寂。林少恒更是被吓得一哆嗦，转身又想跑。我给保镖使了个眼色，让保镖拦住他的去路。保安以为我爸是因为看到我在闹事，所以不高兴，于是又想拉扯我。然而保镖们一拥而上，直接把这些拉扯我的保安架开，不许动。得到自由后，我擦了擦额头的血，大步上前扯住林少恒：“你不是首富林远山的养子吗？快来和你亲爱的爸爸打招呼啊！”我爸微微一笑，看向林少恒的目光却锋利的像是藏了一把刀。林少恒惊慌失措，反手推搡我：“林宇川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你撒开！都怪你闹事，把我爸招来了，你毁了我的订婚宴。我爸是来找你算账的，我还有事要先走。我爸肯定跟你没完。”他满嘴胡话，却始终低着头，不敢看我爸。孟悠然还在思考我爸说的话，没回过神。眼见我在跟林少恒拉扯，他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把我推开：“林宇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当着首富的面动他养子！你再不走，我绝对不会对你手软。”他紧紧护着林少恒，转头对我爸表忠心：“叔叔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没有欺负您儿子，我一直在保护他。”林少恒被孟悠然拉着手站在原地，急得脸都白了。我爸见状，缓缓走到孟悠然跟前。孟悠然看到我爸笑了笑，以为我爸要跟他说什么，然而我爸在众目睽睽之下又用尽全力扇了孟悠然一耳光：“你就是这么保护我儿子的！”说完，他一把将我拉到身边，心疼地拿出手帕帮我擦拭额头的血迹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没让宇川受过伤，可他今天却在你这里尝到了他从未见过的恶意。爸爸的保护和温暖让我的心渐渐温暖起来。我爸轻轻拍着我的背：“儿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我一收到你朋友的消息，就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过来了。”说完，我爸感激地向我朋友点头示意。我的好朋友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幸好我看情况不对，就立刻给您发了信息，否则按宇川这种爱逞强的性格，还知道要受多少委屈。他看我不想多说的样子，就代替我向我爸诉说了刚刚在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我爸的脸色在好朋友的讲述中变得愈发难看，连保镖们都握紧了拳头，等着孟悠然和林少恒满是怒意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林宇川才是首富的养子？林少恒是假冒的？可林少恒不是姓林吗？连名字都和首富那么像，不可能吧？刚刚上手推搡我们的保安一时间面如死灰，孟悠然更是僵在原地，连下巴都合不上。他愣愣地摇了摇林少恒：“少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而林少恒更是绝望地埋下脑袋，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。有人推了推孟悠然：“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该不会被人骗了吧？”孟悠然艰难吞咽着口水，他压抑着神情中的震惊，颤抖着问我爸：“林先生，这位林少恒，难道不是你的养子吗？”我爸不屑地瞥了他们一眼，一言不发，只抬手对保镖做了个手势。保镖看到后，立刻从外面带进来一个人，那是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。她有些紧张地走进来后，一眼就注意到了在孟悠然背后瑟瑟发抖的林少恒。见林少恒穿着那身昂贵的衣服，这位中年妇女惊声尖叫着冲上来：“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畜生？你赶紧给我跪下来和大少爷道歉！”中年妇女揪着林少恒的耳朵，不顾他的挣扎，拉着他来到我的面前。当我看到这个中年妇女的脸孔时，我惊呆了。这不是我家的其中一个保姆蒋阿姨啊！看蒋阿姨气到几乎要背过气去，我赶紧搀住蒋阿姨：“阿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”蒋阿姨不顾四周围的议论，拉着林少恒和我一起跪下了：“大少爷，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，让他做出了这种荒唐的混账事，都是我的错。”他按着林少恒的脑袋，逼着他给我磕头。一片喧哗中，目瞪口呆的孟悠然依然没回过神，他颤抖地伸出手，指指我爸，又指我：“你真的是林远山的儿子？是不是你花钱雇人演戏在骗我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我淡淡瞥他一眼，没有理他，而是依照我爸的吩咐，先接受了保镖给我处理伤口。此时的林少恒依然被蒋阿姨压着跪在地上，他用手捂着脸，再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。而蒋阿姨还在不停跟我道歉：“大少爷，是我没看好儿子，让他偷了你的衣服，有任何损失，我都会让他赔偿。我儿子没有见过你，所以他才胆大包天，谎称自己是首富的儿子。蒋阿姨是在我家工作了10年的儿子，我成年后为了培养独立的能力，就和我爸分开住了。但蒋阿姨也算是我的老熟人，见蒋阿姨这么跪着，我很不是滋味。阿姨，你站起来说话，至于你儿子，就让他继续跪着。”我爸痛心疾首：“蒋阿姨，当年我体谅你是单身母亲，一个人在外谋生不易，不仅给你开了高薪工资，还允许你时常带儿子来别墅玩。可你儿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”蒋阿姨面色痛苦，诚恳跟我爸道歉：“先生，这都是我教导无方，都是我的错。”从蒋阿姨的口中，大家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在我爸的许可下，蒋阿姨偶尔会把他儿子蒋少恒带来，带着他一起给别墅做大扫除。蒋阿姨的本意是想让自己儿子明白赚钱不容易，希望儿子脚踏实地，并且学会勤俭节约。可他没想到，他的儿子只是被我家的奢华迷了眼。听说首富的儿子和他年纪相当，且低调神秘，从来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之后，蒋少恒便起了坏心思。他总是趁大扫除时，偷偷从我房间里拿走我早就不穿的衣服和鞋子，穿上那些奢侈品之后，他又借着经常进出我家别墅区的名头，在外自称是首富的养子。这个名头让他结识了不少想傍高富帅的女人，平时收礼物收红包赚了不少。直到遇到孟悠然，他觉得孟悠然漂亮，工作很有前途，年轻有为，所以认定了他。蒋少恒以为有了孩子就可以绑住孟悠然，到时就算身份被揭穿，孟悠然有了孩子也不会离开他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
他从这一堆女人中挑到的所谓潜力股，恰恰是我的女朋友。蒋阿姨泣不成声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给大少爷惹了麻烦，害大少爷被人欺负。你要追究责任就找我吧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蒋阿姨虽然怨恨，但还是为儿子扛下了所有过错。我爸从始至终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强大的气场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我静静坐着，看着吓得面无血色瘫倒在地的孟悠然，只想冷笑。孟悠然说，和这个蒋少恒在一起以后能开豪华轿跑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踢了踢蒋少恒的手，要他开口，别让你妈替你解释，你自己说。蒋少恒抬起苍白的脸，你爸爸有时会让保姆开车去采购，我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就偷偷从我妈那里拿钥匙，带着孟悠然去兜风。我无奈地摇头，又看向孟悠然，这么久了，你从没怀疑过？孟悠然早就揉乱了头发，瘫坐在地上说不出话。见我终于和他说话，他苦笑一声，踉跄着爬向我。宇川，是我糊涂，可是你怎么可以骗我？你怎么能隐瞒身份那么久？我被你骗得好苦。就在孟悠然的手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我站起身避开他。骗你的人是这个蒋少恒，不是我。你怎么有脸来倒打一耙？如今见情势逆转，刚刚捧着孟悠然臭脚的人们都瞬间倒戈，无论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是我的，都纷纷替我斥责孟悠然。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和这种骗子真是天生一对，你被骗都是活该。人家大少爷肯定是早就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才隐瞒身份的。幸好他足够聪明，不然早就被你这种恶毒的人吃绝户了。你这种劈腿的人太坏了。看着这些人势利的嘴脸，我只觉得讽刺，但我并没有阻止他们辱骂孟悠然，这不过是回旋镖砸到了孟悠然头上而已。我让保镖把孟悠然拖远一点，然后揪着蒋少恒的头发质问他，你顶着我爸的名头在外招摇撞骗了多久？对于他和孟悠然的丑事，我已经不想追究，他们在一起厮混了多久，欺骗了我多久，眼下我都无所谓了，因为这两个烂人不配再影响我的心情。但蒋少恒的行为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爸的名誉，所以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到底。见我铁青着脸严肃起来，孟悠然才彻底意识到事态严重，可他并没有为蒋少恒求情，而是冲上前来跟我讨饶。宇川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指责你，你防着我是应该的，都是我不对。我和这个蒋少恒只是逢场作戏，你能不能看在过去几年我们感情那么好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有我爸在这儿坐镇，孟悠然只能忍着众人的唾骂，和我求复合。我弯腰从他口袋里拿出孕检单看了一眼，挺好笑的，孩子都搞出来了，跟我说是逢场作戏。你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人蒋少恒的孩子呢，他怎么着都得对你负责吧。说完，我把孕检单往蒋少恒脸上一扔，你看看，你千挑万选的好女人就是这么个玩意儿。看着孟悠然在痛哭中揪着蒋少恒捶打，我哈哈大笑。让我猜猜，他为了讨得你的欢心，是不是给你送了很多礼物？是不是给你转了很多红包？他的钱全都是刷我的卡得到的。孟悠然和我说，他买的东西都是送客户的礼物，都是必要的支出，所以我从来没跟他追究过。大几万的信用卡账单都是我替他还的。现在想来，我可真是个冤大头啊！当着孟悠然的面，我直接拨通律师的电话，我要起诉孟悠然恋爱期间诈骗的行为，账单我马上发你。
你即刻帮我写律师函和起诉书。”打完电话，我看着和孟悠然打成一团的蒋少恒：“你注意着点，她可是个孕妇，要是被你搞出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不仅要背我的经济债，还要对孟悠然负刑事责任呢。”我的话让蒋少恒一抖，孟悠然见状，变本加厉地扑到蒋少恒身上撕咬他。没想到你也是在骗我。你说你家开大公司住大别墅，你说你有家业要继承，原来都是在骗我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可蒋少恒也是顾不上颜面，急得一把将孟悠然推开，还羞辱他：“就你这么爱慕虚荣的女人，谁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？”狗咬狗，一地鸡毛。看着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原形毕露，露出最丑恶的一面，我竟然觉得无比释然。爸爸看我出了气，上前替我收拾残局。他先是原谅了蒋阿姨：“你带孩子体验赚钱辛苦是好意，这些年你的工作我很满意，所以这件事和你无关。但我不会因为可怜你就放过你儿子。他今天对我儿子造成的精神损失，以及给我带来的名誉损失，包括他偷车偷包的行为，我都会追究到底。”蒋阿姨也知道自己儿子是做错了，她点点头，转头看着在地上鼻青脸肿的蒋少恒：“这件事就当给你一个教训，你要为你做错的事付出代价，只有承担过责任，你才能重新做人。”看着蒋阿姨不再用盲目的母爱保护蒋少恒，我也很欣慰。我爸让人送走蒋阿姨，蒋少恒见自己妈妈都不管自己了，嚎啕大哭：“妈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你不是说会帮我扛下责任的吗？妈，你忍心看你儿子进局子吗？”然而，无论他如何撒泼打滚，都没人给他回应。大家都像看一个笑话一样奚落着他。一个保姆的儿子还幻想自己是首富的儿子，精神病吧，真是病得不轻。孟悠然对蒋少恒的目光中只有厌恶，他狠狠撕碎了孕检单，也指着他：“我一定会起诉你欺骗感情的，我给你花的钱我一分不少都会讨回来，你等着上法庭吧。”可我也没给孟悠然叫嚣的机会，踢腿的是他，贪慕虚荣、踩低捧高的是他，凭什么只有蒋少恒受苦，孟悠然却能全身而退？想到这里，我跟我爸说了几句悄悄话。我爸拿起手机发了条信息，1分钟后，还在骂骂咧咧的孟悠然接到一通电话：“你被解雇了，明天来公司签合同领赔偿金。”孟悠然呆若木鸡：“好好的，你凭什么解雇我？这是林总发话的，而且从今天开始，行业内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雇佣你，你在这个城市找不到任何工作。我劝你还是趁早回乡下种田吧。”听到对方冷酷地挂了电话，孟悠然带着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我和我爸：“林宇川，有必要赶尽杀绝吗？你居然让你爸搅黄了我的工作！”我爸护着我，替我嘲笑孟悠然：“你搞清楚，你这份工作本来就是我儿子卖人情才替你换来的。如果不是我儿子在背后帮你操作，凭你的资质，根本不可能得到这种年薪几十万的经理职位。”我爸拍拍我的头，虽然有些责备，但还是带着宠爱和关心。我早就告诉过他，不能对你付出太多，要好好考察你的人品。可他被你迷昏了头，非要做默默在背后扶持你的男人。幸好他一直听从我的教导，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的儿子还不知道要被你怎么算计。孟悠然的眼神中涌上悔意，他似乎是想起了过去我们互相陪伴搀扶的点点滴滴，这让他膝盖一软，猛地在我面前跪下：“宇川，
原来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真的太蠢了。我相信你不会因为我犯了这么一个错误，就突然不爱我的。你一定舍不得看我丢了工作，又背上官司。我当然舍得。我冷漠打断孟悠然的话，也是经过孟悠然我才知道，原来自以为是的坚固爱情，并不是牢不可破的。心死可以只发生在一个瞬间。就在孟悠然当众说出要和更富有的男人在一起时，之前对他的所有喜欢，都因为他丑恶低劣的人品而变成了泡沫。我现在反而要庆幸蒋少恒的出现的，如果不是他胆大包天，顶着我爸杨子的名头骗走了你，我根本不会知道我以前有多下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介意向我爸认错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听你的话，爱错了人。爸爸欣慰地拍了拍我，虽然你今天吃了亏，但爸爸一定会都帮你讨回来。经过今天的挫折，爸爸相信你会成长，也会变得更坚强。以后家里的产业都交到你手上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原本那些想巴结孟悠然的人，瞬间开始夸赞我。一看这位林宇川就气质不凡，果然真正的富家少爷就是自带天生的贵气。孟悠然这种垃圾根本配不上首富的亲生儿子，这林宇川以后可是要坐拥千亿遗产的。孟悠然不甘心地揪住我的裤脚，还想做最后的挣扎。林宇川，你真的可以说不爱就不爱吗？你最心软了不是吗？我往后挪了一步，避开他。像你这种垃圾，只配待在垃圾桶里。到了这步，那些落井下石看热闹的人还要刺激孟悠然。出门在外，你要低调，不要过度沉迷金钱给你带来的荣光。有这人看着就不会有出息，一辈子都是扶不起的臭鱼烂虾。口嗨的人只顾自己嚼舌根，压根没有注意到孟悠然已经濒临崩溃边缘。面对巨大的变故，孟悠然再也无法控制情绪，他红着脸大吼一声，抄起椅子就向那些说风凉话的人砸了过去。我的事轮不到你们说话，你们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，孟悠然跟疯了一样揪住那些说风凉话的人，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在他们脸上。大家都被暴力的孟悠然吓傻了，无人敢上去劝阻。等警察赶到时，已经有3个人被孟悠然揍得满脸是血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而那3个人正是刚才奚落我奚落的最欢腾的人。至于方才推搡我和我好朋友的保安，也在确认了监控之后被警察带走了。而蒋少恒，他诈骗、偷窃等等恶劣行为，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待上10来年。只有孟悠然，也因为暴力殴打他人、蓄意伤人等行为被提起了公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给我退回几十万。纵使他爸爸来找我求情，我也拒绝和解。毕竟这些恶人就该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蒋少恒和孟悠然被分别判刑的那天，我笑着走出法庭，感谢蒋少恒帮我鉴别渣女，救我一命。我爸也心有余悸地安慰我，结婚前让你认清女人的真面目都是福报。我的儿子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，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。爸爸相信你未来一定能做成大事。有爸爸的支持和这一次的历练，我也相信未来我一定能更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做自己人生的真正主角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